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出差经是住公司定下的商务酒店，夜半之时，隔壁突然闹腾了起来。我和同事八卦之火熊熊燃起，探头出去看热闹。结果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被正房老婆从被窝里一丝不挂拖出来的小三，竟然是我的女朋友。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公司订的商务酒店隔音做得不太好，我和同事一住进去，就隐隐约约听见隔壁的响动。一开始我俩没太在意，但刚睡下不久，隔壁房间就开始闹腾起来，动静还挺大，好似那个久旱逢甘霖，小别胜新婚。这下我和同事彻底睡不着了。操，这俩声音这么大，还让不让其他房间的住客睡觉了？不会是狗男女出轨约炮才这么激动吧？我因为出差连轴转，好几天没休息好了，所以听到这响动，没有半点旖旎的心思，只有睡意被打断的狂躁。倒是同事贱兮兮的笑：“你就没点躁动的感觉？”我无语至极。躁动了又怎样？这儿又没女人。他举起一张小卡片晃晃，入住时门口捡到的，要不要来个深度趴夫趴夫？我累得要死，朝他翻了个白眼。要找你自己去找，别到时候被抓了打电话让我去捞你就行。同事有贼心没贼胆，在隔壁那对狗男女越发不受控制的响动下，翻来覆去把手里那张小小的卡片看了无数遍，愣是没敢真的掏出手机拨打上面的号码。最终他猛然扔掉了手里的卡片，垂头丧气地倒在旁边的床上，絮絮叨叨给自己挽尊。我也不是不敢，就是我家那婆娘太凶残了，每次出差回家都像是进审讯室，鼻子比狗还灵。要真让他发现什么蛛丝马迹，我这日子就不用过了。算了算了，我则翻出耳机戴上，听有声小说，重新酝酿睡意。好不容易在主播平稳深沉的声音下昏昏欲睡，结果隔壁又闹出了大动静。隔壁的房门哐当一声被用力踹开，连带着我们这间房间的墙壁都微微震动了几分。紧接着，女人的尖叫和男人的惊怒的声音接连响起。同事一个咕噜从床上翻起来，冲到门口贴着门板仔细听。卧槽，还真是对狗男女来偷情来了。他听了一会儿，又从猫眼往外看，正是带人过来捉奸了。真他妈刺激！这下我的睡意彻底不翼而飞，我干脆直接也起床，和同事两人将房门打开一条缝，向外看去。比起我们这样遮遮掩掩，倒还是有不少的住客直接开了门，站在走廊上看这场闹剧。想来这对狗男女早前闹出的动静太大，咱们这一层楼的人都没睡好。同事干脆也直接把门拉开，大喇喇地探出半个身子看隔壁的热闹。很快，一个不着寸缕的长发女孩就被一个穿着土豪的中年女人扯着头发骂骂咧咧地拖了出来。骚狐狸，年纪大的都能做你爸的男人都啃得下去，这么缺男人，外面多的是。我这就让你一次性勾引个够本。大家快来看啊，这儿有个臭婊子，只要请他吃顿饭，任何男人都能上他的床。女孩因为要遮掩自己的重点部位，几乎连反抗都做不到，只能任中年妇女打骂。围观的一些住客掏出手机在拍，女孩崩溃了：“别拍，求你们别拍，我不是婊子。”中年妇女提起她的脑袋，啪啪扇了她2巴掌，怒骂：“现在知道羞耻了？你个贱货，勾着我老公整天不回家，还给我发消息骂我是人老珠黄的黄脸婆，逼我离婚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这么要脸？
既然这么想让我知道你和我老公勾搭在一起，那我让你出名，让你的视频传到全世界去，让所有人都看看你这个不要脸的臭小三长什么样。中年女人带来的好几个男女，同时也在她示意下去扒拉女孩的手。遮什么遮？都能给别人的老公白睡了，给其他男人看看也可以吧？女孩双拳不敌四手，眼看自己的重点部位捂不住了，发出了凄厉的哭喊：不要！同事也摸出手机拍，刺激呀！我觉得不妥，别拍了，这样不太好。同事不以为然，有什么不好的？狗男女自找的，敢做就还怕别人拍吗？这个时候，一个只穿了条裤衩的肥胖中年男人从房间里冲出来，看上去是女孩偷情的对象，事件的男主角。他赶忙制止中年女人：别闹了，这么多人，给大家留个面子吧。中年女人回头就扇了这男的一巴掌。面子？你他妈睡婊子的时候怎么没记起你那狗屁面子？王强，要不是老娘家里替你运作，让你当了合成集团的高管，你在外有个屁的面子？合成集团，我心里嘀咕起来，这不就是我女友上班的那家集团？正准备给女友发条微信一起吃瓜，那边的夫妻俩开始了激烈的撕扯。女人带来的同伙也忙着上去拦男人，男人被老婆又抓又打，倒是偷情事件的另一主人公正得了一丝喘息之机，连忙蜷缩起身子，并向离得最近的我和同事求助：帮帮我吧，求你帮我找件衣服，毛巾也行。他的声音因为方才的尖叫哭嚎而有些沙哑，只是音调缓和下来后，这个音色太令我熟悉了，以至于我刚听见就浑身一震。没等我细想，女孩抬起泪眼，凌乱的发丝下，我瞥见了我极度熟悉的一张脸，正是我的女友汪宁。有那么一瞬间，我整个大脑都不会转了，愣愣地和她对视。还是汪宁更快一步，她立刻低下头扒拉头发，试图蒙住自己的脸。这他妈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上一秒我还想和女友分享他们集团的八卦，下一秒我就发现事件女主角就是我女友她本人。我按下同事还举着手机的手：别拍了啊！他不明所以，手机还在录像。我怒吼一声：都别拍了，这他妈是我的女朋友！同事表情呆滞了2秒。卧槽！他飞快反应过来，立马对现场还在拍摄的住客大喝：别拍了，别拍了！你们这是侵犯隐私，违法的！酒店安保呢？管理人员呢？大半夜闹成这样，吵得连觉都睡不着。你们酒店工作人员是死的呀，都不来制止一下！我要投诉你们酒店！听见要投诉，躲在角落一直看热闹的保洁终于慌了，赶紧用对讲机叫人。我则深吸一口气，默然无声地从房间里拿出被子扔在汪宁身上。汪宁立即把自己裹进被子里，垂着头也不说话，眼泪一滴滴地往下掉。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原本是看别人热闹的，结果没想到这最大的热闹竟然在我身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婚期都已经定下的女友给我现场戴了绿帽子，还被人家老婆捉奸在床。在这个狗血八卦的捉奸故事里，我竟然是最大的大冤种。同事小心翼翼：要不把他扶进我们房间。他话还没说完，那个被妻子厮打的中年男人终于甩开了桎梏，指着他老婆的鼻子大骂：我这一路的升职加薪是我自己努力来的，你不就帮我牵了个线，整天挂嘴上逼逼，到处和别人吹牛逼说我全靠你，老子忍你很久了。女人被他气得说不出话来，男人还在输出：
就算你家有权有势又怎样？还不是个连蛋都不会下的母鸡。我告诉你，你要再这么闹下去，咱俩就离婚。正巧小汪已经怀孕了，是我的孩子。轰隆！我脑海中又是一道惊雷炸响，而桌间的女人闻言，顿时气红了眼。好啊，杂种都搞出来了！王强，我和你们两个贱人拼了！汪宁反应速度极快，立马拉着被子躲进我和同事的房间。同事站在门口，满脸纠结。我去，这我拦还是不拦啊？没等我说话，汪宁在我们俩身后低声哀求：“求求你们了，帮帮我，要不然我会死的。”他抽泣着喊我的名字：“李唐，求你了，我会和你好好解释的。现在帮帮我，帮帮我！”我已经被接二连三的冲击给弄得没法做出任何理性判断，脑瓜子嗡嗡作响，不断回荡的都是那句：“小汪已经怀孕了，是我的孩子。”我回头看向汪宁，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此时此刻的脸色极其可怕。汪宁不自觉后退2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李唐，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但是求你了，帮我这一把，以后我认打认罚，当牛做马都随你。”不等我细想，面目狰狞的中年女人已经冲到了我的面前。“你们俩干嘛的？给我闪开！”中年男人也甩开了其他人的桎梏，追了过来。“刘淑梅，我警告你，你对小汪动手试试，别以为我不打女人。”他身后还挤着女人带来的几个帮手，一群人就这么乌泱泱的冲进了我的房间。“是就是，我今天不弄死你们2个狗男女，我就不姓刘！你们他妈给我让开！”同事拦不住，脸上被中年女人招呼了好几下，身后是汪宁带着哭音的哀求。我闭了闭眼，一拳重重砸在还在叫骂的中年男人脸上。“你他妈的，这是我的女友，敢睡她你找死！”男人刚才还气焰嚣张，被我几拳打得蹲在地上哀嚎。而我面前的中年女人听了，脸色也是五彩缤纷，像开了染坊。她眼珠瞪的，嘴张的老大，似乎也没想到天底下居然会有这样巧合的事情啊！但很快她又收敛起了惊诧的神情，见我挡在汪宁身前，眼神轻蔑地扫视着我，讥讽道：“找这种人尽可夫的婊子做女友，你是多缺女人？都被我现场捉奸了，你还要帮他？心胸这么宽广，哪天他和你爹偷情呢？”这话说得太难听了，同事没忍住：“你讲话注意点，带什么爹妈呢？”这句话不知道戳中了女人哪根神经，她又突然歇斯底里起来，合着现在错都是我的了，我才是被出轨的，我才是被伤害的，怎么你们一个二个的都在同情一个小三，就因为她年轻漂亮，楚楚可怜啊！各种嘈杂的声音入耳，我烦躁的想杀人。而正在此时，我同事惊呼一声：“李唐，谢，你女朋友流血了！”现场终于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向我身后倒地的汪宁。病房里，我守着刚做完流产手术的女友，看着她苍白的脸色和昏睡中也在紧皱的眉头，我紧紧攥住拳头，恨不得捶打墙面发泄。他偷情的那个叫王强的领导被我揪着一起来了医院，只不过一听他孩子保不住了，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而王强来捉奸的妻子，早在酒店发现汪宁下身大出血并昏迷过去后，就和带来的一伙帮手们直接溜之大吉，残局还是同事帮我收拾的。汪宁做出这种事情，我不是没想过撒手不管，送到医院抢救那会儿，同事看出我的痛苦和纠结，安慰我说：“人命关天，要追究什么事都得排在性命之后。”
抢救完，医生和我说了一些让我更加难以接受的事实，比如她怀孕已经有4个多月，这次孩子没保住，私生活过度频繁是其一，被外力猛击是其二，但这些都是外力诱因。最根本的其实还是因为她长期打胎，子宫壁变薄，孩子不容易留住，并且这次流产后，她之后可能很难再怀孕，就算怀了，也大概率会习惯性流产。她还用看罪犯一样的眼神谴责我，还有她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你解释不清楚，我们可能会报警的。言下之意是怀疑我暴力侵犯了汪宁。当时同事见我快要爆发了，立马按住我和医生解释了2句，医生这才将信将疑地离开。汪宁抢救的这段时间，同事一直在劝慰我，主要也是怕我情绪一激动，干出什么不可挽回的事情来。毕竟但凡是个男人，遇到我这种情况，估计都得磨菜刀砍这对狗男女了。40多分钟后，汪宁从昏睡中醒过来，我语气平静地将医生所说的情况都和他转述了一遍。他躺在床上，眼泪划过脸颊，落进了枕头里。说完医生对他未来难以怀孕的宣判，说完他领导王强听说他孩子没了就跑没影。最后我问他，他是你勾搭的第几个人？医生说多次流产，可我向来保护措施都做得很好，我捧在手心呵护的姑娘，却自己把自己送出去糟蹋。天知道，医生说这几个字时，简直是往我心口扎刀子。汪宁进合成工作，是我找熟人帮他弄进去的。在他昏睡的这段时间，我就找熟人打听了王强这个人，他是集团总部的副总，在集团里算比较有分量的。而我和汪宁生活在邻省，汪宁进的也是我们当地的分公司，按理说他应该接触不到王强的。汪宁默默流泪，过了很久，他才用一副心如死灰的模样说：“我没办法。”短短4个字，让我一直强行压抑的怒火爆发了。我一脚踹翻了床边的椅子。没办法？你说的没办法就是怀了他的孩子4个月，在他床上叫的比婊子还骚。我实在没法骗自己，忘记一开始在酒店听到的活春宫，那动静哪里像是被逼迫的。他闭上眼，瑟缩了一下。他老婆还说你故意去挑衅他，还让他让位，这也是你的没办法。我他妈做好了所有保护措施，医生却说你多次流产，这他妈还是你说的没办法。面对我尖锐的连番质问，他却情绪激动地指责我。我说了我没办法，你又不信。他是总公司的领导，还不是他说什么是什么？难道我还能反抗？工作丢了怎么办？你辛辛苦苦找人帮我介绍的，合着我帮他介绍工作还是害了他是吧？他现在这样都是我的错是吧？我满眼失望。汪宁和我是大学同班同学，她家境不太好，但人长得很漂亮，所以一直不缺追求者。一开始我对汪宁的印象就是个长得漂亮的女同学，真正熟悉起来还是在小组作业时和她分到一组。我呢，家里条件不错，可能是生活环境太优渥了，考上大学就躺平了，课都是爱上不上的，只要期末考能60就行，不追求绩点，所以经常翘课。汪宁很着急小组汇报的成绩，在我又一次翘课后，直接把我堵在了男生寝室楼下。我以为他是要兴师问罪，没想到他递给了我一叠厚厚的笔记，叮嘱我：“你不经常来上课，我猜你可能没有做报告的资料。这些是我上课和小组讨论时做的笔记，拿来给你参考。”他没有抱怨我不上课，也不参加小组讨论，而是把资料给我，
让我原本被拦下而有些烦躁的心情顿时变得有点微妙，感觉我这样摆烂对不起他和其他同学。这事之后，我就没再翘过课了，老老实实参加了后续的小组讨论，最终没在期末汇报上给其他人拖后腿。也就是这件事，让我对汪宁的印象由一个漂亮的女同学转变为是个讲道理的漂亮女同学。之后，我俩在专业课上又有几次分到了一个小组，接触的次数一多，班里就传出了我俩暧昧的八卦。玩笑开着开着也能成真，我俩很自然地成了真正的情侣。那时的汪宁是多么纯真善良的女孩呀，怎么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小三插足，被人捉奸在床，多次流产，这还是我准备携手共度一生的汪宁吗？我看着躺在床上边流泪边抱怨我的他，只觉得床上这个完完全全是个我根本不认识的陌生女人。医院的费用我给你预缴了，结婚的事就算了，我俩分手回去以后，你把你的东西收拾走。汪宁听见我说要分手的话，满脸难以置信。礼堂你，我摔门离去。回到 B 市后，我请假3天，在家里蒙头大睡，仿佛睡着了就能逃避掉撞破女友被捉奸场面的难堪和难过。同事来看了我一次，见我除了精神萎靡还算正常，安慰了我2句后，就说起汪宁被捉奸这事上了热搜。我一愣，这几天我手机关机，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倒还真不知道这是被传到了网上。不过想想倒也情有可原，那天不知道有多少住客现场吃瓜，就算后来酒店帮忙清场，但该拍的都已经拍了，还能管住别人不许上传网络吗？同事说，你女朋友啊不，前女友这2天估计不好过，整个人都被网友扒了个精光，还有那个奸夫一样也被神通广大的网友给扒出来了。合成集团官方账号今天发布了一份红头文件，王强被无限期停职，你女友则直接被辞退，奸夫淫妇都受到了大众的道德审判，事业也受到了打击。按理说，我这个头戴绿帽的苦主应该感到快慰才是，可我听完这些，内心毫无波澜，完全没有任何一点大仇得报的痛快，整个人像是一具麻木的行尸走肉。同事也看出我的无动于衷，叹了口气，其实往好了想，你能在结婚前撞破这件事，总比结婚后好吧？你们现在可以说分手就分手，还没什么孩子啊，经济方面的牵扯，要是结了婚那才麻烦呢。他拍了拍我的肩，大丈夫何患无妻，以你的条件能找到比他好更多的女人。我对汪宁的爱向来不藏着掖着，所以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汪宁是我已经定下婚期的女友，还有半年我们就要结婚了。认识我们的人都说汪宁走运，找了我这样忠厚的男朋友。汪宁的条件远不如我，在外人看来，我对他算是向下兼容。当年大学毕业，我家里安排好让我出国留学，我舍不得让汪宁吃异国恋的苦，于是说服家里让我把汪宁也带去了澳洲。他在那里，学校是我帮忙联系的，学费是我出的，吃住都在我的公寓里，甚至因为他比我晚1年入学，我提前毕业回国后，还出钱出力让他在澳洲安心念书，没有后顾之忧。他结束学业回国，我便找熟人安排他进了合成集团。可以说，我对他照顾得样样妥帖，事无巨细。我自问对汪宁10分真心，都已经掏出了12分。这辈子我从来没这么喜欢过一个人，可惜唯一这么一次，就栽了个大跟头。将近10年的感情啊，
就这么荒唐的结束了。换谁不得刀子挖心啊？可同事也说的有道理，我得亏是在婚前发现他这堆狗屁倒灶的事，要是婚后才发现，那才是更惨。我颓废了几天，然后又重新振作精神去上班了。boss 也知道我出趟差，居然巧到撞破女友被捉奸的现场，拍了拍我的肩，一切尽在不言中。我们决定在南边成立分公司，你有没有意愿过去开疆拓土？我知道他这是好意，毕竟汪宁这事都闹上了网络，公司上下估计也都知道了。他怕我被别人用异样的眼神看待，于是干脆给我一个外出历练的机会。我很感激 boss， 也想离开这个伤心之地，于是欣然答应，收拾好行李，把汪宁的东西都打包寄给他。我处理掉房子，去了南方。捉奸事件发生后，面对网上的舆论，当事人王强和汪宁都选择了闭口不言，这是很明智的做法。毕竟说的越多，错的越多。事件的男女主角都不出来澄清，大众骂一骂也就过去了。网上每天爆出来的奇葩事不知道有多少，汪宁这种也就在网络上翻腾了2-3个月，热度便逐渐消散。1年后，南方的分公司正式走上正轨，我不再关注汪宁的近况，也结识了新的朋友。其中有一个比我小2岁的女孩，叫赵奈奈的，在追求我。她是我们公司合作方老总的女儿。我因为汪宁都有 PTSD 了，对于她的追求我百般拒绝。但赵娜娜从小养尊处优，顺风顺水长大，从不知挫折2字怎么写，对我的拒绝视若无睹，依旧热情追求。最终我没抵过他这样热烈的追求，还是缴械投降。和赵娜娜在一起后，原以为这样千娇百媚长大的姑娘应该很小公主，但让我没想到的是，相处起来她一点儿也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毛病。无论是出去约会也好，旅游也好，她从来不会像汪宁那样全部把事情丢给我来规划，全部让我付钱，而是会和我一起商量订什么酒店，一天的活动是什么。相反，汪宁自从他回国后，非5星酒店不住，非米其林餐厅不吃。赵娜娜比接地气许多，出去旅游，民宿也住，大排档苍蝇馆子也吃得高兴。并且和汪宁很不一样的是，她很主动去融入我的圈子。我的朋友对赵奈奈的评价都很不错。之后我带她回省城参加我们朋友聚会，我一个朋友喝多了，趁着赵娜娜去上厕所的间隙和我抱怨起汪宁。不是我说，兄弟，你之前找那个女友眼睛都长到头顶上了，每次出来玩都一副纡尊降贵的样子，好像和我们混在一起很掉价似的。我都忍了好久了。另一个朋友，也就是帮汪宁介绍工作的那个，也提了他2句。确实，这边帮他牵线进了合成，之后就对我爱搭理不理的。我还以为哪里得罪他了，原来是搭上了总公司的副总。时隔1年多，我才从朋友口中得知了汪宁出轨的真相。原来压根没有他口中遮遮掩掩的不得已，那个叫王强的副总是他自己主动贴上去的，只因为对方承诺他生个儿子就让他上位。我那朋友为我不值，你对他多好啊，帮他出国留学镀金，帮他安排工作，什么都为他打点好。结果他被一个老男人随便忽悠几句就给你戴了绿帽子。汪宁和王强出轨被捉奸这事当时闹得很大，集团还遭遇了不小的舆论风波。他是合成集团的内部人员，甚至比我这个当事人还更清楚汪宁和王强之间的龌龊。王强这个父总是借岳丈的事上位的，等老岳父去世后就开始在外面撵3搞4，
集团里不少女员工被他骚扰过，汪宁也只是他其中的一个小三罢了。那所谓的什么怀孕上位，给他1000万，再给他买套房子的说辞，王强对不少女人都说过。其实他虽然是集团副总，年薪也很高，但家里的经济大权一直是他老婆在管。王强能往外掏1000万，那是吹牛逼，偏偏汪宁相信了。最后这两人闹出那么大的舆论风波后，王强被停职回归家庭，汪宁则工作丢了，身体坏了，被伤害得体无完肤，什么也没得到。在赵娜娜回来前，我朋友提醒我，汪宁一直在和我们打探有关你的消息，他还想得挺美的，被人玩烂了找你接盘。我没说，这次你回来可别被他缠上了，我并没有放在心上，没事。这次我回来主要是年会述职，待几天就走。省城这么大，哪里会那么容易遇上？哪知道我还偏偏真就碰上了汪宁，甚至遇上的他的场面还十分的丢人。我他妈被汪宁捉奸了。事情是这样的，和汪宁分手后，我处理掉了省城的房产，然后只身一人去了南方的绅士。所以回到省城，我和赵娜娜是一直住在酒店的，而汪宁不知道上哪儿打听到我的行程，竟拉着她那闺蜜冲到我和赵娜娜住的房间大闹，3更半夜的。她的吵闹声成功把我们这层的所有住户都吵醒出来看热闹。只是和1年多前不同的是，这一次汪宁变成了捉奸者，我倒成了被捉奸的渣男。汪宁想要拉扯被闹醒一脸懵的赵娜娜，被我挡了下来，她立即后退倒地，做出被我推到的样子，哇哇大哭。还有没有道理了？你怎么能这么护着小三？我才是你的女朋友。她的闺蜜也一副我是负心汉的谴责神情。宁宁找了你好久，没想到你居然和贱女人在一起。他俩这一口咬定我是渣男的神情非常认真，周围人也开始指指点点，甚至掏出手机来拍了。我气得脑门青筋直蹦。我早就和汪宁分手了，他自己出轨，怀了别人的孩子，怎么现在你们一个二个还选择性失忆了？汪宁立马放声大哭，她闺蜜根本不接我的话茬，一个劲地指责我是始乱终弃的渣男。赵娜娜在我身后拉了拉我的衣角，我顿时清醒过来，这个汪宁是故意的。想明白这一点，我也不想和她多纠缠，直接拨了110。汪宁和她闺蜜见我报警，终于有了一丝慌乱。报警？你报什么警呢？不就是情感纠纷？我冷笑着打断她的话，我他妈平白无故被你泼一身脏水，和你纠缠不清，让警察来给我个清白。警察很快赶到酒店，把我们带走之后，分别审问了汪宁和她闺蜜。这俩女人心理素质一般，虽然开头还嘴硬，但被警察呵斥了几句后，就老实把自己的目的都给交代了。原来1年多前，汪宁出轨老男人。我愤怒提了分手之后，他本来是不以为然的，觉得我和他在一起10年，一直很爱他，只要他卖一下惨，在我面前多哭几次，说不定我就会心软翻篇了。毕竟那时我都在规划我们俩的婚礼，礼服做好了，场地也预定了，就差真正的领证结婚。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我竟然会这么决绝，说分手就分手。等他出院回到省城，我早已处理掉了那里的房产，他根本找不到我的人影。同时，汪宁被捉奸的视频还被人传得到处都是，一下子让他和王强2人成了本地名人，出门都被指指点点，连汪宁的父母都嫌弃他丢脸，要和他断绝关系。而我却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导致他求助无门，只能被全网骂。
从那时开始，他就怨恨上了我。我又没同意分手，在警察面前，他毫不掩饰他的不甘心。负责调解的警察都无语了。你先给你前男友戴绿帽，人家和你分手你不同意，你要上天啊！她闺蜜被警察教训了一顿之后，已经和个鹌鹑没啥区别了。只有汪宁还固执己见，我们都要结婚了，她凭什么不能原谅我？就算要分手，她和我在一起10年，凭什么不给我任何补偿，也不给我一句话就人间蒸发？我不服，这不公平。看她这样执迷不悟的样子，我预感到不把这件事处理明白了，汪宁将会成为很大一个麻烦。我的预感没错。警察教育了一番后，汪宁表面上答应不再纠缠我，可转头就在小红书上卖惨，说自己被渣男友莫名分手。她辛苦找了1年多，结果渣男在异地谈了新恋情，还被渣男报警抓了进去。故事情节要多猎奇有多猎奇。本来小红书就是小仙女的聚集地，他又有派出所调解书以及捉奸现场的照片，换作是个陌生人，确实会被他所误导。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是不玩小红书的，但赵娜娜玩，所以当他把汪宁在小红书上编的故事发给我的时候，赵娜娜的账号已经被一些无聊网友给冲了。汪宁冲我来也就算了，赵娜娜何其无辜。汪宁在一个以女性用户为主的平台上颠3倒4编故事，不就是想引导网友去网暴赵娜娜吗？用心实在险恶，我忍不了了。当初他出轨，我没有找他麻烦，是我觉得他被原配捉奸，还被人拍了视频，早已把尊严摔个稀巴烂。我不必报复他，就会受到自己曾经所做的事情的反噬。可现在风波已过，汪宁难道以为自己就能洗刷掉曾经的污点了吗？这一次我没有再沉默，而是直接开通了小红书和抖音账号，把汪宁曾经做过的事情又翻了出来。我有他当时被捉奸的现场视频和照片，同事之后发给我的，送他去医院的就诊记录。当时我拍了照片，当时舆论闹得不小，被网友称为合成高管出轨事件。那时的新闻报道和一些八卦营销号的视频依旧还能在网上搜到，甚至合成的官方账号上至今保留着对王强和汪宁调查处分的结果报告，随手一查都是对汪宁的大锤。他到底有什么自信，会以为从前的事情翻篇了就不会有人提起？我的声明一发出，立马获得数十万点赞。汪宁的春秋笔法被网友戳破，他的谎言也摇摇欲坠。之前他靠着小红书的热度吸了很多流量，而此时此刻，这些流量都成了他捅向自己的利刃。被他愚弄的网友纷纷要求他出来解释，结果汪宁不仅没有态度诚恳的道歉，反而寄出了一张被人都快用烂了的牌——抑郁症。他晒出一张医院诊断，上面显示中度抑郁，还晒出了医生给他开的抗抑郁药。不仅没有解释先前他愚弄大众的事，还写一些似是而非的文字，自怨自艾，看上去是示弱，实则又在暗示是我逼的他。然后这时，她闺蜜又冒了出来，声称当时汪宁和王强的事另有隐情，说我给她安排了合成的工作，她在里面战战兢兢，不敢得罪任何人，生怕辜负了我的好意，也因此被王强拿捏，她不敢反抗，只能就范。王强被他塑造成了一个性骚扰的惯犯，诚然，王强确实是这种人，但汪宁可不是什么受害者，他明明就是对王强别有所图，可别拿其他受害人来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人血馒头吃的，
真让人不齿。他这一波反转，虽说有很多网友不买账，但确实也收获了一大波同情。他小红书粉丝哐哐往上涨，没过1周，我都看见他开始在小红书接广告带货了，甚至还开了直播间，讲述我们从前的故事，顺便卖货。此时我终于明白了汪宁的打算。我说呢，汪宁怎么会蠢到以为我翻不出他过去做的那些丑事？原来他就是故意的，自导自演，先编故事倒打一耙，引发我的反击之后，又编故事洗白自己。这一来一去的，粉丝有了，流量有了，可以开始变现了。妈的，我的澄清和反击也成了他利用的一环，这真他妈叫人憋屈。许多好事的网友开始在我账号下留言，让我不要再翻旧事，还说男人就该拿得起放得下。我看的真是一肚子火。就在这个时候，汪宁的肆无忌惮终于把另一方当事人给惹毛了。当初抓奸汪宁的王强的原配刘淑梅出来了，她早已和王强离婚，但当初汪宁挑衅她的那些短信和电话录音，她还依旧保留着。刘淑梅什么也没说，只在自己的账号上贴出了这些东西，然后怕了汪宁。结果这一波3折的剧情故事就又一次迎来了炸裂的反转，汪宁又一次被人拆台。此前他说的被迫谎言，在刘淑梅的铁证面前不攻自破。至于那张抑郁症的诊断证明，也被同医院的医生网友指出不对劲。这张诊断证明是 PS， 这下被汪宁愚弄的网友火冒三丈，去冲了他的直播间。汪宁没带几天货，直播间就被官方关闭，甚至有些深感愤怒的网友还把他的个人信息给开合了。而我也直接发布律师函，决定对汪宁提起诉讼，要求他就污蔑我的名誉做出道歉和赔偿。收到律师函和法院的传票后，汪宁终于慌了。她闺蜜来找我求情，李唐，你能不能看在从前的情分上别上诉了？宁宁现在很惨的，她父母不认她，她工作也没有了，手里也没什么钱，你再起诉她，她可真就走投无路了。我冷笑，别，之前拿我这个前任出来鞭尸赚流量的时候，可没见他走投无路，更何况虽然我也不想再看见他，但求饶道歉这种事本人都不出现，让别人来替代。汪宁又有几分诚意，她闺蜜咬咬牙吐露了实情。其实宁宁她真有抑郁症，我没忍住笑了出来，是真的，这次我没骗你。她现在每天被许多无聊人网暴，本来没病，但是真的被网暴出病了。你放她一马吧，那她得抑郁症也和我无关，你怎么不去求那些网暴她的网友放她一马？她闺蜜哑口无言，半晌才说，她在网上发过真正的证明，但是没人信她。我听到这里拍手叫好，这不活该吗？她闺蜜涨红了脸，羞愤退场。不过最后我还是撤销了上诉，不是她闺蜜求情，而是女友赵娜娜觉得汪宁自作自受已经够可怜了，我们就没必要再踩她一脚。她现在也得抑郁症了，自己弄得自己六亲不认，现在网上人人喊打，这种结局对她来说就够受了。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不用再为她浪费自己的时间。赵娜娜这样劝我，看着女友如此善良，我最后也答应了她，不再花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在汪宁的事情上。正如赵娜娜所说，汪宁已经不值得我们浪费自己的心力，只不过我放弃了上诉，可网友和原配刘淑梅却依旧没放过她。网友被她3番2次的愚弄十分愤怒，而刘淑梅也决定向她起诉。
追讨王强曾经送过给他的财物。也就是这个时候，更多细节被刘淑梅在网上曝光。汪宁其实在出院后还纠缠了王强一段时间，王强为了摆平汪宁给了他一笔钱，刘淑梅也是离婚后才知道，所以她怀疑王强藏了私房钱，现在要上诉，要求重新分割财产，并追回汪宁的不当所得。这又一次印证了汪宁对我的深情完全是子虚乌有，他连最后一点信任他的网友都失去了，舆论一致对他非常不友好。后来我听见汪宁的消息，就是听说他开小号直播自杀，结果被警察及时救了回来。之后又有报道说他自杀也是故意装可怜赚流量的，因为他划伤的手腕根本没伤及血管。3年后，我和赵娜娜完婚，关系不错的大学室友来参加我和赵娜娜的婚礼。望着盛大的婚礼现场，他感慨：曾经我们都以为你会和汪宁结婚，没想到啊，物是人非，谁让汪宁自己作死呢？说真的，我都没想到他会是这种人，太疯狂了。他们唏嘘着说起汪宁现在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事，我听了心中毫无波澜。汪宁在我的人生中已经翻篇，能和我执手相伴一生的只能是赵娜娜。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